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嘉宾，曲小莹是 Founder and CEO of Hey Boss，小莹你好。Hello，非常非常开心做客。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硅谷大舅前 Google 的资深产品经理，大舅你好。大家好。好，今天我们这个有幸把小云请过来，这个约了很长时间但是我知道小云就非常忙，尤其是最近在准备自己的这个新产品的发布，我们其实今天也非常有兴趣来聊聊你的这个新产品。给我的感觉是 AI agent 可以自己开始做任何的网站和 APP 了，当然还是想听听你的这个开发者的这个角度。来聊一聊你的产品。不如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的这个公司的一个发展状况和你们即将发布的这个新的产品，叫 Hey Boss 到 XYZ，这是你们的这个网址对吧？域名是点 XYZ。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好，我是小英，那我是黑 boss XYZ 的创始人和 CEO 啊。我们呢是做了一个让AI 可以帮助每个人创建跟设计自己想要的网站跟 APP，并且帮我们进行实时的托管跟运维啊，所以就是一体化全包啊。然后呢，我们是也就是一个月之前吧，我们刚刚有一个 offer。然后呢，可能一发布，大家显然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用户啊。但是我们其实最近一直在增加一些新的产品功能啊，让我们这个 AI 更智能。我们一会儿可以聊一聊新的发布啊，月底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发布，会让这个 AI 更加的智能啊，它做的这个 website 跟 app 会更加的牛逼啊，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太棒了，太棒了！哎，我正好了解一下，因为市面上其实用 AI 来辅助编程、辅助这个做工程的这个产品也挺多的。嗯。呃，比较传统的，比如说像 Wix 这些公司，他们肯定也用 AI 来做一些建站，像比方说 Shopify，他们也是，就是让你很便捷的可以去建站。当然，他们的使用 AI 的程度可能不是那么的一样哈，可能各个公司不一样。但是你们来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你们想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这是有理想跟现实的一个折中，对吧？你想让它都能做，它到底能不能做，对吧？或者是如果它不能做的时候，我怎么取舍？从这个宏观的角度，你们想这个产品的形态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的产品形态呢，其实现在大家已经可以体验了，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更牛逼的版本。产品形嗯态就是用户只要输入他想做啥，他也不用写什么产品的文档。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婚纱店的老板，我想做个婚纱店的网站啊，这嗯。是我的婚纱，卖的婚纱，这是我的 logo 啊，或者说我想做一个 AI 女朋友，这个 AI 女朋友她很可爱，会跟我说卡哇伊的话。就说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整个 AI 会去做从产品到设计到文案到这个执行开发前端后端数据库所有运维连所有 API 的全部过程。所以我们就会做到一个你可以真的能玩儿，然后并且完整可用，然后呢，你可能跟 AI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到这个程度，然后这个时候用户可能说，哦，这个女朋友的眼睛不够大，或者说这个婚纱的网站呢，我还需要有一个特定的字体，是我们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这个颜色紫色是我最爱的颜色，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这个需求呢，就是 unlimited revision，我们可以一直改到您满意为止，所以相当于是 AI 做100。然后您改到满意为止，然后我们帮您托管发布，然后以后呢，我们帮您管着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流程。就是有点像是你跟外包公司现在的体验，对吧？就是 Wix 可能还不说着我就觉得有点像，你跟对。外包公司说我要那老板你好是吧？然后我们叫黑 boss，就是说外包公司老板你好，对吧？哦，这个意思。嘿，boss。对对对，对，然后你老板说了很多东西之后呢，那个外包公司可能会说，我帮你想到了这个那个，对吧？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就是用户可以比较躺平，然后呢，他可以去评判说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而不是说用户去主动想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我们更多的是一个 laid back and judge 这样的一个 experience。对。一般如果我们找一个设计的这种公司来帮我们做这些软件也好，网站也好，我们会给他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 brief，对吧？我们的目标群体是什么人，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功能，大致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layout，一个设计。那么你显然采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让别人给你的这个信息非常的少，对吧？那么他给你信息非常少，这个会不会导致你来做这个事情，来满足他的需求这件事情比较难呢？
就是首先是这样，就是如果用户愿意给我们更多信息，那我们求之不得，我们是希望嗯大家给我们更多信息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功能，他喜欢这个网站的设计或者这个 app 的设计，他可以截个图啊，说你照这个抄，对吧？这个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但是我们其实实际在目前的体验中看呢，很多用户其实他也说不清楚他的需求，他的需求是说，比如我是婚纱店，我要做个很漂亮的网站，漂亮是什么定义？他其实说不清楚，这个漂亮指的是说。嗯大婚纱一定要是一个裙摆，砰，对吧？出现在这个屏幕中间，他其实说不清楚这个啊，但是他能看，就是他能说这几个例子可能不错，或者说你做的一个版本，我可以告诉你哪里不好，但是你让他自己去从零到一定义，因为他毕竟不是产品经理，他肯定定义不清楚。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发现很多很多牛逼的外包公司，他自己是有那个 taste，他是有品味的啊，你相信这个外包公司的品味啊，相信他知道什么转化率高，然后什么样的东西效果好。然后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他给你提说，老板有一二三，您觉得哪个好？然后老板更多的是说一二三，而不是说外包公司说啊您要做什么，然后你给外包公司一个 PRD，一个文档，说每个东西都说清楚。其实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是希望用户能给我们更多的详细的内容，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大部分用户并不想去上什么 prompting class 去学怎么写 prompt，对吧？他就想说一句话，你猜到我的心坎里，那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训练让 AI 怎么能到你的心坎里。这其实是我们新一版这方面显著提升，怎么样弄到你的心坎里啊？其实就是降低了用户的使用门槛，对吧？以前得是非常专业的人来给你写一个 brief，写一个文档，现在的话就是谁都可以写，而且他不需要非常懂怎么来给指令，你们就能给他一个让他满意的一个答案。对，总的来讲，就我们当然是开发，对吧？我们是说最嗯终真的用户在乎的是不是写的那个文档，在乎的嗯说你开发的质量，那个东西嗯我能不能上线，甭管是网嗯站还是 APP，还是我自己嗯我给孩子做一个小游戏，到底好不嗯好啊？但是好嗯的定义呢，很多的时候是说产品首先要稳定，这个工程嗯师开发的这个功能要 嗯 work，但我们发现嗯有工程师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嗯用户的需求你能不能得到满足，这个设计是不是用户喜欢的设计，然后他可嗯能说不清楚，你能不能替他说清楚？嗯，对。所以其实哎，那如果对方给你的信息比较少，对吧？你又不是很了解对方，你怎么能让做出来的东西让他比较满意呢？就是你信息这么少的情况下，怎么能做出一个很有质量的产品呢？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嗯所谓的这个黑 boss 呢，它表面上嗯是一个写代码的东西，实际嗯上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一个科技公司如果只有写代码的人能做出好产品吗？他可能不行，对吧？有一些其他的工种，比如说我跟你的工种，是吧？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 AI 懂其他工种的能力，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当一个用户说啊，我做一个需求，那他可能不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有此需求的人吧？那肯定有人做嗯过啊，有人做好，并且不仅有人做过，还有人做好过啊。那我们嗯怎么把这个东西啊，把那个好的那个东西给用户？其实更多的是前面的这些前台的这种理解需求啊，然后理解设计嗯，这方面的能力。对，哎，这个让我想起了很多那种咨询公司的一些做法。这边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会给你搜集整个行业里的 best practice，然后告诉你这个公司怎么做，那个公司怎么做的，然后这个行业里面这个怎么样，那个地区怎么样的，然后再给你一个建议。其实你们做法有点像，就是说你除了他给你的信息虽然很少，但是可以引入你，让我去寻找别的相关信息要给他。对，就是我们要确保在用户基本给我们一句话的情况下，这个单儿我们也得接，嗯要做好。当然，很多用户我们希望他多给我们几句话，但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第一次，毕竟这个产品刚上线没多久，你问很多问题他就烦了，那你到底能不能行啊？是吧？他不给我很多机会，他就说一句话，我们也试过，我们也试过，问很多问题啊，这样能不能提供这个？你怎么想？那怎么想？他就走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配，我们不配问很多问题，没做对。我试了一下，倒是在问了很多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 limit，就是你当问到一定程度以后，发现好像它就会打转了，就是说你可能说的是上一个版本，我们就可能你那天测的时候，还是我们问很多问题的时候，啊，后来我们就说这不行，不能老问问是题啊。那你可以看看新的版本，新的版本这个屁话就少了很多。好的，好的，好的。刚才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说我们是去收集很多的，比方说不管是 best practice 也好，还是说以前别人做过的东西也好，别人这个用户可能问的需求是非常泛化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数据，然后我们可以提供这个 best practice 让他去挑。那这一块是怎么拿到的呢？就比方我打个比方说，你刚才说的，比方说是给这个做这个游戏的一个小游戏的一个界面哈。那游戏有千千万万种，对吧？那
你是从什么地方能够得到，比方说，就是俄罗斯方块是后面是怎么做的，对吧？比如说坦克大战后面是怎么做的？就这些基础的这个domain knowledge 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我觉得你说的domain knowledge 呢，在这里它的它我也更加具体的讲，就是说俄罗斯方块本身可能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因为可能你问大模型让他解释一下俄罗斯方块，他应该也能解释清楚。就是这个倒不是难点，但是就是这个你可以理解，有些思路是基于大模型的能力，或者是有一些知识库的能力，但是我觉得核心点其实是品味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让我们的东西做得好。这个东西其实不只是说一个知识，是有这个知识还是没有知识，而是一个判断啊。嗯那这个判断其实我们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独门绝技，但是总的来讲，我们的目标是让 AI 更有判断力，而不是让 AI 只是去傻呵呵的做，对吧？因为我们要在那我们要如何提升我们的判断力？有一些是说更多的知识有更多的判断力，有些可能是说更加了解客户有更加的判断力。所以在这个判断力上，我们可以其实有一个持续迭代的一个 dimension，可以不断的让它更有判断力。对，但其实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选择一个外包公司也好，选择咨询公司也好，我们判断的，我们看重的不是他能写 PPT，对吧？我们是相信这个人有脑子。那其实我们怎么让 AI 有脑子，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话，嗯哼用户能相信我们有脑子，然后他对未来的执行是满意的。就是我觉得核心点在于，大部分市面上的产品，他们是一个 coding tool，那他们 coding 是 tool，他不在乎说这个结果到底你喜欢不喜欢，因为这是用户控制的，对吗？用户一步一步一步 prompt 控制出来的，就他不在乎是这个东西做的好跟不好，就是不好他就说你不会 prompt，对吧？做的不好就是你傻逼，你不会 prompt，请你上 prompting class 学一学啊。但是我们的思路是我们得做出那东西来。所以说你不会 prompt，那也是我傻逼，对吧？我没有问对问题，或者我没有猜到你心坎里去。所以核心点在于我们要对最终结果负责。我们的其他所谓的竞品，他们是对这个流程的体验丝滑负责。这是fundamental 的 difference。是。我觉得你们自己给自己的设的标准就非常高啊！你们要，我都不要说 AI 了，就说是一个普通的外包公司，对吧？如何做出让客户满意的产品，都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儿，对吧？那个，咱们网上听很多段子，什么甲方乙方，对吧？这个设计稿，对吧？改了5、6版，最后用第一版，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对吧？就像你说的，如果你们是想对整个产品的质量，或者说让它有 taste，有设计感。那怎么能够做到这一步呢？你们是想用什么方法来做到首先是这一步？我们现在这个新版呢，会这方面会更加的厉害，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可能你试试之后，你可以跟我讲，你觉得是不是 OK？但是那大方向来讲呢，就是首先我们确实没法啥都能做。目前因为我们的这个思路呢，可能跟其他的人不太一样，就很多的其他的他们的 tool 呢是说，比如说你想增加一个能力，那么你要去找一个什么 API 文档，然后你把个 API 的 key 告诉我，我帮你把这个 API 写在，就是这个非常技术的流程。结果他会跟你讲说啊，你要做啥，然后用户不仅要告诉他我要做什么功能，用户还要告诉他如何执行这个功能。比如说这个功能需要了哪个开源的模型，或者用哪个第三方的业务，然后呢，这个第三方的技术，这个可以你给我把它加上，就是这个用户首先得懂，然后他让 AI 去执行，有点像是 AI 是这个技术的老板，人是技术的老板，AI 是这个技术的小工，对吧？但是所以他们这个方案呢，就是导致的结果就是说，用户得去不断的理解各种各样的东西，但他们优点就是他们可以啥都做，对吧？因为用户可能会懂，他说这个东西我懂，那个东西我懂，healthcare 我懂，legal 我懂，用户反正懂，AI 只要做就行。那我们的区别是说，用户可能并不想去理解这些细节，所以跟我们的有些所谓的那种写 prompt 的竞争对手，或者说写 cursor 这种竞争对手相比，他们肯定是更加灵活但是他们的门槛很高，你要上很多课，是吧？然后你可能做不好，你上课上的不认真，可能没有学到精髓，你就做的不好。那我们属于是啥呢？我们可能有些特别复杂的东西，目前就是不是说复杂，而是说专业，比如说某个 legal 行业的某种 API 我们不懂，对，我们可能做不好那我们就接受目前在这种场景下比如说某些legal 的什么玩意儿我们不懂，我们 AI 现在不会，那我们可能做不好，但是我们懂的，我们能让用户他就啥也不用说就能做好，所以我们的思路其实不断增加我们的边界。我们竞争对手的思路是一下子就啥都会，但是用户的门槛高。我们是说可能不是啥都会，但是用户的门槛低但我们现在就是目前我们在一开始定位上，至少在网站类，就是不是就是展示我自己，
这种类，甭管是说公司的主页，还是个人的主页，还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明星，你有一个什么专辑要发布了，还是你是孩子有个什么 event，就是 Wix 这种类型，或者是一些 APP，就 AI APP，什么女朋友男朋友这种 AI 什么一个什么讲故事，就这种东西，或者说一个什么 AI 帮我 track 我今天的 habit 是什么，减肥了没有，什么游戏化帮我什么更健康，就这种东西，我们是很不错的。但我们现在不太行的是说有一些特定行业。这个专业的东西，对吧？我们不太行，比如说你要金融，对吧？你要是 crypto 某种什么 meme coin 的怎么着，那可能我们现在不太行。所以那这个情况下，可能大家都会用一些更加定制化的东西。但如果你要做网站那我们目前是最简单的选择，就是我们就是从 idea 到好的体验，我们应该是最简单的选择啊。那你们现在 market 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这个重视的这个点呢？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能做网站的助手，我们是一个能做那种交互式应用，比如说你说什么聊天啊、机器人啊什么这种，那么是不是有这么几个作为你们的主要的卖点？但是我们不 promise 说我们什么都会做。对，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这种我们现在有一些场景吧，我们会帮助用户更好的代入啊。但是至于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其实因为这是一个 AI 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探索啊。比如说有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会员系统，比如说你像大舅有这么多的网红啊，大舅是个很大的网红，有这么多的粉丝，对吧？那粉丝之间可能有留言墙，或者说大舅下一个要聊什么，或者比如说你们的访谈节目肯定也有个会员系统，我们其实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可能有一种会员系统。这个会员系统需要用户先保证它是什么 SOC 2什么 compliant，然后再怎么着，我们可能就做的不好，所以这个定义就不是很清楚了。就是说，同样的会员系统，我们这个能做得很好，那个做的不好，对吧？其实我们现在第一是我们自己可能也不一定，诚实的讲，我们自己也不100%知道什么会员系统我们做得好，什么样版本我们做的不好，因为我们可能量还不够，对吧？就我们现在几万的量还不够，但是呢，另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不好，我们怎么跟用户沟通？因为有可能是现在不好。下周就能好，有可能是现在不好，以后也不太会好啊，有可能是说现在不好，你给我提供个啥我就好了。那这有3种情况，我怎么跟用户沟通说，哎，我现在差这一步，但是呢这一步怎么能就补上了啊？有可能这一步我没做，用户其实觉得无所谓，也不伤大雅，他就是随便一说。有可能说这一步不做，我他妈就不做了，对吧？那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知道用户这到底是不是用户的 deal breaker？这也是我们这块正在探索的点，怎么跟用户的预期 align 啊？对，这是我觉得这是诚实的讲，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怎么 commit，然后怎么 align 啊，然后怎么知道这个用户是不是，如果人家特别重要，没有这个不行，那我们是不是一开始跟人讲，这不行，对吧？别的行，这不行，就别浪费人时间了。但如果这个不是重要的，其实也无所谓。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先给他做一版？让老板，你看，是吧？老板这个挺好，可能也就行了。对对啊，这是难点。我先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哎，老板，你看，我说这里有一些东西了，对吧？就那个，我们先看看这个怎么样。对，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价值，就因为实际上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 OK 了，没有问题的。有些就觉得你再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也不解决我的核心问题，你是傻逼啊。那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最好能够判断出来。到底我们这个是个傻逼，不要就如果是个傻逼，就不要浪费人家时间。说老板这个做不了，下个月来，或者您给我1秒我做好了跟你讲，对吧？其实这个跟那个大模型的能力其实有很大关系，对吧？而大模型还是个不断发展的事情，一个是大模型本身在发展，第二个那个 agent 的技术也在发展。对，其实一个是大模型能力，一个是我们的 agent 能力，一个是呢，就我们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集成啊，就比如说你现在想连 OpenAI。你必须要去连，我们就给你弄好。就是很多常见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帮你弄好，而且你也不用交 OpenAI 的钱，你给我们钱就行，全包。对，所以说嘛，就是说，如果以后 OpenAI 它进化了，其实你们也就自动就进化了。然后当然你们 agent 也会进化，你们自己技术也会变得更强。这样的话，这个东西虽然现在可能还不完美，但是它会越来越好。对，我觉得是大模型的能力逐渐增加，我们自己本身的 agent 更加聪明，以及我们 agent 能够使用的工具更加多，这3个都会每一次有这个提升，我们 AI 就更牛逼，我们能接的活就更多，我们能挣的钱就更多大方向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对，但我觉得现在我们刚刚上线嘛，我们还没有正式上线啊，我们现在肯定找到一个东西能切好，这就对我小公司来讲也就够了，是吧？我也不需要啥都做。但是肯定是我先做一个，比如说现在网站类的，或者是这种 app 类的，就简单的 app 类的或者是这种交互型 AI 的这种套壳 app，我们现在非常擅长 AI 套壳 app，这种套壳这种我觉得就已经够了，能做到让客户满意就很不错，然后再去增加新的什么 legal tag，什么 healthcare tag，对吧？那有更多的要求，甚至包括 compliance 这个数据怎么存储，它都有要求
啊，那就逐渐复杂，我们肯定逐渐的再加以后啊。那听起来我觉得你们的这个 market 就是目前看的这个市场的情况，可能是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的一些 SMB，就是一些小的公司，我是这样猜的。我们是小公司的大项目和大公司的小项目。大公司小项目，比如说，其实 Facebook 也用 Wix。我在 Facebook 的时候，比如说有个什么开发者大会啊，是什么 Facebook 刚 launch 了什么 VR 某个 API，然后呢有几千个开发者要来怎么着，对吧？那他就用 Wix。或者说一个 legal VP，要去伦敦了，我们要搞个伦敦 offsite。然后所有都要 RCP，谁去谁不去，对吧？有个什么 agenda，就是类似这样的网站，或者小 APP，就比如说大家可以 Facebook 有个新的权限，比如说是那个 Meta 的某个 Llama 的某个模型像新推出了，然后呢，你可以申请 Early Access，你要先把你的项目告诉 Facebook 看，哎，这个权限给谁呀？这种东西都不是工程师做的呀，这都是所谓的第三方，他们印度可能找了个人，或者就 Wix 直接干了。所以我们做的是大公司的小项目，就是这种，以及小公司的大项目。小公司其实没有小项目，小公司小项目不花钱，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官网站改变，这是个大项目啊，或者还有个人的大项目吧，当然也包括比如说我孩子什么满月，或者什么你过生日，对吧？或者比如说我们刚开了一个新的东西，新的一个精品店，你们搞个活动，那这种东西我们也做，就是小公司所谓的小活动，其实我们也做，但是可能愿意付费的是小公司的大项目和大公司的小项目。那个大舅你，我们上次聊的时候，我们不是聊了那个当有了这个 AI 的工具以后，产品经理的那个作用，我们上次是有讨论到说，因为 engineer 的人数减少了，在公司里 PM 的角色就变得重要了。然后因为他可以通过一些工具来帮他做 prototype，这就不需要对那么多 engineer 来进行一个工作。呃，听到这儿，你对我们前面讨论的观点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因为我的感觉是说，如果一个普通人，对吧？一个普通人也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对话，就能够把一个项目给完成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上面提到的 PM 的工作其实也会受到挺大的威胁？就好像说，哎，你为什么需要，对吧？这么精细化的去把这些东西全部都你预先知道的把它给组织好。但 AI 对吧？它可以给你搞几个选项，然后你可能用户觉得差不多的就可以上了，你并不需要这么专业的人在背后给你一条一条的画 PRD，然后怎么样给它做出来，是不是这个又往前进化了一步？会不会对 PM 的这个工作又产生了更大的威胁？对呀，就是说，我们如果把一个事情、一个产品的话，看作两层，一层是大模型，一层是 agent，对吧？那么大模型它可以去帮助和取代的，就是做事本身，就比如说程序员写程序，对吧？那 agent 它可以帮助或者取代的，就是来管理这些大模型和应用的一些人，比如说产品经理。就是如果这个 agent 非常完美，那么产品经理可能就不需要了。就不需要了。当然了，我觉得 agent 还挺难做的，做非常完美可是还是挺难的。那么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步的话，我觉得产品经理们就可以，我觉得产品经理可以升一级了，可以升成 CEO 了。就是说，我们就不用管产品了，我们就直接跟那个 agent 讲我要做什么就可以了，然后再管别的事情。这个不过我插一句啊，就是我们自己公司，你看我们公司还有产品经理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目前也在探索这个边界，产品经理做什么。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发现，产品经理更多的是一个判断很重要的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我们其实自己很多产品，我们自己用 HeyBoss 来做那个产品的设计，特别是交互设计，就是UI 我们是很擅长的，当然我觉得其他竞争对手也擅长，UX 是我认为我们很擅长，竞争对手不是很擅长的。因为你想，我们要给普通用户做呀，对吧？那我们 UI 肯定好，所以我们就发现 UX 我们很擅长，但是其实 UX 很擅长，还是得说清楚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这个时候 AI 会做得很好。就是如果一个特别复杂的项目，像我们黑豹其实算是个复杂项目，我们很多时候这个 UX 的设计是产品经理讲现在的痛点是什么，然后 AI 可以去很好的根据痛点设计几个版本，产品经理来选。其实我现在设计我们比如说第一次用户的体验，我就用黑豹去设计。但是我得会说我们几个问题，比如第一 button 太多，用户不知道该点啥，对吧？第二这个流程有个流程明明是可以 skip 的，但是用户感觉不能 skip，所以就感觉很重。就我会说这个话。然后呢，我说黑 boss，你给我捡到一个按钮然后让用户知道这个能 skip。
他咔咔咔咔，他能做的挺好，他其实可以解决我的问题。然后这个流程挺好啊，其实有的时候是比我设计师快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让设计师稍微改改，就比如说更符合我们的什么产品体系啊，我们现在还没加，就是100%负责你的产品体系，以后会加的。就现在就是我们设计师会手动搞一搞，让他100%负责产品体系，我把代码一 export 就行了。但是你看我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我说太重一个按钮啊，然后以及用户不知道 skip，这是我的判断啊，然后我跟 AI 说。我们现在 AI 在我们 UX 上是根据这个东西，我们能够设计一个新的 flow 啊，然后新的设计。但是这个活其实本来是可能很多设计师干的活，就是这个 UX 的设计师干的活，吐槽是我干的活。那现在我仍然在吐槽，我的工作还是没有被取代，只不过是但是以前没有被取代是因为你是老板，没有人能够取代老板。倒也是，不，我的意思是说，本来产品经理也是在讲说这个太复杂嘛，对吧，然后让设计师去设计，对吧？其实我觉得可能要是真取代的话，可能是小的设计师，就是那种 junior 的。他说啊，老板，产品经理给我画个流程图，我照着改，那这个人可能会被取代。但是画流程图这个人啊，要看可能是第二个被取代的，然后意识到这流程图怎么样画能解决什么目的的，我觉得目前还取代不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产品经理可能是讲问题是什么，对吧？要怎么解决，然后有个画流程图的人画，那这个人可能会是第二个被取代的，然后那个流程图画完了之后，把它弄得好看点，这是第一个被取代的。我个人感觉是这么一个顺序。对，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一步，你觉得找问题这个人有没有可能 AI 也能够找到？再往前发展的话，因我为我打个比方，我刚才我有提到那个咱们有一个朋友，那个也是产品经理，他就自己捣鼓做了一个 AI product review agent 啊，就是这个 agent 的工作就是去看这种产品，然后 review 这个产品开发的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提供一些 feedback，你看，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些东西能够抽象化，变成不同的 step，然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一块现在可以被取代啊，这块也许可以取代一半啊，这块还不行。但是随着这个东西的发展，其实是有可能，对吧？你现在只能搞一半的，以后可能全行了，对吧？那个现在完全不行的，也许它能够somehow可以做个60%、70%、80%，那就可以用了，对吧？这个，如果我们再 push 一下，有没有可能？就几个 agent 互相之间一起合作，就把这个东西干好了。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啊，就是首先肯定它会取代的部分越来越多，但是但是确实就比如说大模型也好，还是很多 agent 也好，它更多的是基于目前已经有的 data，对吧？如果你要真的做一个颠覆性的东西，它能不能编出个就在 OpenAI 没推出的时候，它能不能自己编出个 OpenAI？我不好说，有可能不一定行，对吧？那这种就是复杂程度越高的 AI 可能越搞不定，然后这个上下文越多的，它可能就是越晚被颠覆。还有就是它本身是个颠覆性的创造，需要这个人特别有创造能力的，那可能更晚。但如就果说是没有出现过的，在 对 AI 这个数据里根本没有的东西，它可对对对，能就搞不定。当然那个你要承担风险。当然你也可以说 AI 是不是可以试100个，反正它做得快。你同一个东西试100个颠覆，他认为颠覆性的 idea，万一有一个中了，是不是也行？那你这个思路，对吧？你可能会这么问，是的，我正常这么问。那有可能。但是现在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 judgment，就是这是一个判断。可能我至少在我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判断力还是重要的啊。不有可能是说真的，我们 AI 没有这个判断力，我们需要人来判断力。也有可能是因为老板需要有个人背锅啊，这个背锅的人就是我，对吧？那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可预见的未来，我还是不能想象产品经理完全被，就是特别是复杂产品、上下文很多的产品的产品经理完全被颠覆掉，我觉得还是有日子的。但像我们其实你看我们做的东西，我们不太做，我们自己跟用户承担的项目，我们不太做特别复杂的项目，就是我们不会自己做一个黑 boss，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让 AI 100%做，我觉得是目前做不出来。所以我看我们做的项目还是一个 scope 比较容易定义边界的东西。确定性的对，比项目。如说网站或者某个 app，它也不是说有10000个功能，对吧？这 app 如果10000个功能，可能我们现在诚实的讲，在目前的大模型的能力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还是会遇到的很多问题，我们的稳定性会差，有可能这个 flow 跟那个 flow 接不上，对吧？所以我们尽量不给自己找这种麻烦，我们先把小项目做了。当然，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它的 context 越来越长，可能它可以做更复杂的功能。我们是相信一定可以做更复杂的功能。那有没有？但是有没有个边界，这个不好讲。那我觉得目前在 Facebook 这么大的这个机器，你让 AI 马上把 Facebook 所有功能取代，我觉得它自己都跟不过来，你还是得需要人呢。是是是。嗯。那你们现在看到就是说早期有一些用户有多少用户？因为我看那发布的时候，就是上一版发布的时候还非常的 挺多 popular，用户的，对，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得有几万的人在那就是每天在这里不是每天，试对吧？他就持续在开发东西，他是这样，他可能弄一个项目之后，他一直开发，一直开发，
也有可能一个人他玩一下，他可能明天再玩个别的，也有可能他弄个项目他就不玩了，都有可能啊。但是我们就发现就是说，我们当然我们发布我们那个 alpha 那天，其实 AI 还很不稳定，有的时候很傻逼的，很傻啊，所以可能有些用户觉得傻屌。他就走了，对吧？所以呢，但是我们发现每次只要 AI 进步一点点，哎，用户他的这个完成度就高很多。所以我们啊，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用户也不愿意跟一个傻逼工作，对吧？其实大家都不愿意跟傻逼工作啊。那所谓傻逼有这么几点：第一，傻逼是 AI 不稳定，弄东西写 bug，弄东西写 bug。然后我们的用户我们发现他越不技术，他越讨厌看到 bug。就是你若是技术用户，写 bug 是他正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常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你是跟一个酒店老板做网站，你有个 bug，他就走了，他就觉得好像哇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会有 bug 呢？他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 bug 的存在，所以首先就是我们的用户越普通越正常，越不正常的人类，那他就越不接受有 bug，就需要稳定性更强，这是第一。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开始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这个怎么降低，因为我们的用户要求很高啊。第二就是说，AI 怎么样能让这个 prompting engineering 需要的越多越傻逼，在我看来啊，就是所谓的你要告诉我怎么 prompt，你就是个傻逼，对吧？如果你他需要获取的知识的信息越多，他就越不智能。准确的说是，你要让我不说人话，把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就是变成一步一步的指令，那说明你是个傻逼。就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我们日常工作中，如果你跟一个实习生说话，你是不是要说的非常清楚？他一步一步你就要，因为你不说他就乱搞，是吧？你就不放心，你就要跟他说的非常清楚，你给他写个文档，让他照着来。那其实所谓的 prompt，在我看来，这个 prompt engineer 跟一个 intern 来了，我教他，我感觉是一个东西。就是因为 AI 傻逼，所以我才要教。AI 不傻逼，比如说我跟大舅工作，我肯定不需要写那么多，我可能说一句话，大舅都懂了，对不对啊？那是牛逼的人，你不需要说那么多话，他都比你懂。傻逼的人，你就要不断的说，不断的说，不断的说，是吧？所以就是傻逼的定义，在我看来，另一个就是说，用户一直需要 一直要上什么 prompt engineering 课了，就说明我们的 AI 是个傻逼。这是第二，这是我的评判标准。当然我知道其他人可能不是，其他人是说教用户如何写 prompt。我认为这是因为我是傻逼，我才要教你怎么写 prompt。我要不是傻逼，我不用教。这是第二啊。第三就是说在用户不给我足够指令的情况下，他可能给我的指令很 prescriptive，但他没有跟我讲的部分，我能不能给他想到？就是这个是另一个点。就是一个是说你说的是很抽象的话，我能不能理解？比如说你说这个按钮太多了，那你说这个是有点抽象的，就是稍微有点抽象。后来我们用户可能会说，这些设计不够直观，这就是非常抽象，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它啥意思，啥叫非常直观，或者说你说这个东西没有突出啊，我们这个婚纱店啊这种唯美的特点没有突出唯美的特点，然后你就在想这个唯美的特点怎么突出，是吧？啊，那这种东西就是越来越抽象。本来是说按钮太多，这还是有点就是 direction，然后不够直观啊，那是有一点点难了。然后说唯美的特点，那就更难了。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能理解按钮太多减一个按钮到唯美如何体现，这是我们 AI 逐渐变聪明的过程啊。啊。我觉得就是当你每次能做到这一点，用户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就孺子可教，对吧？他就愿意多待一会儿。然后第三就是说，用户没想到的，我想到了。比如说，你现在让用户做自己，哪怕做一个简单的博客系统，他可能想不到他要做个后台，这个后台要控制每一个发布博客的发布博客，后台，对吧？对，他想不到，他会说做一个博客很酷。然后我们做了就会发现，哎，没有后台，那怎么发呢？怎么发博客？没法发啊，对吧？他就说，但是他想不到说要做个后台，就是说这个坏了，就要求退款。啊，是吧？无法更新博客，就要求退款。那这个情况下，是不是用户没他是不会想到说后台，这产品经理才会说做个后台带博客，对吧？能够增删检查，这是产品经理说的话。用户说的话是做一个博客啊，体现 AI 的风格跟未来主义的思想，用户可以点赞，很酷。然后我们就把它转化成能做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三步，我们每一步增加一些，我们用户就会留的时间长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万开发者啊，但是就是说他们的留的长度参差不齐，就是因为他们来的时间不一定。就像你可能早点来，那时候你觉得 AI 真啰嗦，你再早一点来，他会觉得 AI 这么多。那时候我陷入了一个循环，感觉再追问下去，好像他在那里打转。对对对有对，就我们现在这个都修了，我们先是增加稳定性，然后让他少逼逼啊，不要太啰嗦。然后他能够理解用户指令，不要让用户写一堆东西，他还不理解啊。然后就是想用户之所不想，其实一步一步。但是我们现在每一步都有很显著的提升，但是还没有远远没有到尽头啊，远远没有到尽头。是，哎，有什么用户做出来的好玩的东西是超出了你的想象范围之外的东西有吗？我觉得从场景上来讲，我们有用户，他是一个澳大利亚最大营养公司的
网络安全官，首席网络安全官，他们以前几十万美金买一个那个 cyber security 的一个那个SaaS，会帮他们就是跟踪，比如说每个月要什么调查问卷，看公司的 risk management，就是他们的这个风险管控的能力怎么样，就是这个东西他就在我们这儿做了一套而且很快，他可能做了1天2天然后呢就可以取代那个10万的那个软件了。所以哇哦，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case，就是他说那个软件也不那个软件可贵了，但实际上那个功能也不咋地。他说而且这软件都长得很像，就是有好几个公司都做这软件，然后都长得一样，然后每个都10万，说傻逼。然后呢，他就想自己弄一个自己符合自己公司的，所以用我们这个改了改那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case，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去做这种 large 就很大的 SaaS，但听上去有一个场景是说，现在我用的 SaaS 是个傻逼，它收费贵，功能还一堆，我还需要的功能还不多，然后我用起来还麻烦。那这个情况下，我不要用这个 SaaS，我就是为了省钱，我要自己弄一套。这个 case 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们是有这种 case 的从实用角度来讲，这个给用户创造价值很大，他省了他10万，对吧？但是还有 case 呢，是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这种就是其实是很多 Wix 的 case，对他们来讲是很比如说我们有抓娃娃机的这个公司他我们这儿可能很快做个网站，还有我们有婚纱店的有这种音乐家的。他就一个什么著名的，是德国一个著名的音乐家他要展示一个自己的这个 DJ，还有他是音乐制作人，他的所有作品有一个这种像那种名人堂那种东西的，对，他的一个个人网站，那这个也是他做的很快，有很多这样的场景。然后还有很多是那种我觉得用户在探索中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就是特别有趣的游戏，什么小火柴人大战2个人大战什么东西的或者比如说他想用游戏化的方式让他减肥。这种也有就是这种是非常实用但又有趣的东西。就是以前这种东西是，就这种人他这个 idea 是不会被做出来的，因为这个东西，它的成本很高，他自己又给自己用，对吧？这反正显然是不合理的。但他现在可以做很多，就是我们有很多这种个人的 case，所以我们总的来讲，就是我们有很多这种以前要用外包做的 case，我们在我们这儿直接取代，省钱，然后呢更省时间省力。因为外包你也要跟他逼逼，如果外包做的东西还不如我们做的好，你还不如跟我们逼逼，因为我们还快，外包还得说您等我1周，我1周之后我再告诉您，对吧？我们这个可以是您等我2分钟，2分钟之后我告诉你，所以那就是外包的 case，我们能 take。然后第二就是说这种非外包，就是他现在要买个 SaaS，他觉得这个 SaaS 傻逼，就这种 case，他就重新在我们那儿做一个 SaaS 然后第3个 case 就是外包他不配但是他有个 idea 这种 case 也有一些。甚至比如说，包括营销部门，他们可能想，我们有一些营销部门不是搞那种什么买家秀、卖家秀啊，什么用户活动呀，对吧？我用了这个，我买了这个衣服之后，我的体验如何呀？或者说什么，我用了这个软件，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用这个软件做了什么，做了个什么 hackathon，像 Dev2 会搞个什么 hackathon 啊，大家想这是我用这个软件做出的东西，大家来看一看。那比如说这个搞比赛呀，搞什么 hackathon，那这种东西是营销部门直接对接的。那营销部门不写代码，他也不配用工程师，对吧？因为营销部门不配用产品的工程师，所以他要不然找外包。那现在就是找我们，所以有很多这样的 case 就是它是实际商业 case 是对他们来讲是强刚需，但是他们不配真正的工程师，真正的产品经理。那他找我们目前是这样的这些 case 我反而觉得这个角度是能够最大的程度去吸引关注和吸引早期客户的一种方式，比那个我们现在市面上大部分见到的 AI 编程的这个一些 agent 也好。它的受众感觉它的这个门槛更低，然后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因为它不需要这个，就像你说的，不需要去学这些 prompt。你刚才其实说的几个 case 已经涵盖了商用、个人用、大的、小的，已经你会发现这个面已经全覆盖了就是在当然就是各种领域都有可能用得到，对吧？对，就是其实是我觉得使用人群来讲，很多时候有点像那个 Canva 或 Notion，对吧？你可能先来给孩子开发个小游戏，孩子喜欢恐龙，我做一个小游戏，发现哎这玩意儿这么屌，哎我是比如说那个你说那个首席产品官、首席那个安全官，他是怎么知道我们？他可能先给儿子做个游戏，说这么屌，那我来试试看我给你一个更难的挑战就是对吧？他是一步一步这样。哎，that's a good point。因为我们还没有聊到你前面那个，就是你的公司的前身是一个做这个用 AI 做这个儿童游戏的公司嘛，对吧？所以是吗？你们有问他吗？他是因为这给小孩做游戏发现做的不错，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不是他来我们这儿不是说要做游戏，但是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用户他的使用路径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先做一个傻逼的东西，所谓的就是搞笑的东西，他只是快试试看是什么玩意儿。然后他说，哎，这个东西如果做的超出他预期，或者让他觉得真的是个靠谱的东西，他就觉得这个 AI 是有脑子的。他想先知道这个 AI，就像你面试一个人，你想先知道你给他新人刚来，你我看他是几斤几两，对吧？那有没有脑子？这所谓的有没有脑子？
对吧？有脑子，你给他你就可能更牛逼的挑战。没有脑子，好，我就知道你就是一个没脑子的人，那我就给你没脑子的任务，对吧？所以我们客户来一般都是先给一个没脑子的任务。所谓的没脑子的任务，可能是说我做个小游戏啊，或者说啊做个 AI 女朋友，或者什么我孩子给我讲个故事啥的。什么帮我 track 一下我今天减肥多少斤了，这都是就是所谓的简单的一些东西。哎，他说，哎，减肥不仅 track，还加了游戏化，哎，有点脑子，我来试一个更复杂的，对吧？啊，给我做一个公司，我要做一个网站，给我做一个这个新产品的公司发展主页，哎，做得很好。那我想有没有更牛逼的？就逐渐到了刚刚我们说的什么网络安全了，是吧？所以说从获客来讲呢，我们也不能一开始只说我们能做牛逼的，因为用户不一定信，他不信，他一定要先试试看。所以你还是要支持一些。就他日常生活就像 Notion 一样嘛，他要支持一些什么文档，什么今天什么你跟你老公嘛，花钱花的怎么样，track 一下今天家务谁做，Notion 不也是这么开始的嘛？所以我们也需要支持这些东西。当然，这是不是我们挣钱的大头？挣钱大头是我刚才说那些东西，但是用户要先信啊，就他只要信你是个有脑子的人，他可以有耐心。当 AI 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他可能会去反思，是我这指令不对。但如果他觉得你是个没脑子的人啊，当他自己的指令或者他自己的需求不清晰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是个傻逼。所以我们是第一印象先要好，让老板我们有脑子，我们还努力，老板会给我们更多的耐心。你这么一说，我现在想到市面上可能最早会被这样的智能 AI agent 代替的一些应用有很多，比方说大家一个 group 里面要约时间，对吧？我们大家投票，对吧？我们约一个时间，然后就刚才说的小孩过生日，对吧？我要有一个网站，大家来注册，对吧？搞活动。因为以前我们上一代哈，在 AI 没有出来，上一代互联网的这个业界的生态是大家做的越来越专门化。就是说我在一个 niche market，我在一个非常 niche 的一个 domain，我依然可以做的很大，只要这个功能好用。但是在这个 generation 会不会是说你在上一代越 niche，就越会被 AI 很容易的能够 replace？比方你做 survey，那这个因为需求是非常确定的，它的这个 function 是非常的这个单一的，而且很确定的东西。你很容易就被 AI 可以大家就不需要用你的这个 service 了，就自己可以跟 AI 交互就做一个东西出来。对，我觉得大方向是这样，就你像 Qualtrics 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但对，它也做 survey，但它可能中间有一些 workflow，比如说什么审批流程啊，什么就是教育专家有什么，他们取样、采集样本，他们有一些特定的东西，那玩意儿可能确实我们现在用户做 survey，可能我们做的就没有那么专业，你要采样什么的，这个当然我不知道，我觉得 AI 肯定也可以做，但是用户可能就说做个 survey，我们不是说我们是搞那种科学写 paper 采样的那种东西，我们更多的是说问个问题，对吧？有点像是 Google Form、Typeform 这些东西。对啊，那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们你可以理解成这个 niche，比如说这个 form 是个很大的市场，我们可能把最傻逼的全都能 take。然后最牛逼的还分啊，你是金融的，对吧？调研还是什么 due diligence，你要看你要收购哪个公司，这种调研那肯定是有法律的，对吧？你这个文件是不是对的，还有存档，那这个东西可能我们目前我们此时此刻不是很行，因为我们也不是很了解人家的具体 business case，肯定这个得是那个了解 business case 的人，这个产品经理或者这个背锅的人，或者是这个 legal compliance 的人，他们定一个 flow，然后 Quadric 能够支持，对吧？然后 legal 其实也有那种专门搞这种就所谓的这种调研 legal 调研或者是金融调研，他们的那个表也非常复杂，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 take 的是简单的表，也就是说没有那些门槛的表，就正常生活中每个人会想到的常见的表，然后他们 take 的是有一个人专门做法律。有个人专门做 healthcare，比如说病人的那个病情啊，以前的 X 光，它其实也是个表，但这玩意儿它就不用 Typeform，对吧？它是一个专业的什么玩意儿啊？所以我觉得肯定会有这种人，肯定还是有饭碗吃的。我们不会，我们抢不了他们的饭碗，并且哎，我觉得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不好说啊。因为至少现在我们现在还没从获客的角度，你一旦把最基本的、最容易被人用的功能 take 了以后，那后面那个是保不住的。后面那个，你说我一个专业的公司只做后面那个一个特别专业的功能，而不做面向大众这个功能的话，那慢慢那东西就没人用了，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从由简到难，对吧？而且大部分的应用场景是简单的，只有少数的应用场景是复杂的。所以你看，把这个最外面这一层最简单的应用拿开以后，比方说你就说那个做 survey，对吧？最简单的我们日常的这些一些信息的这样，大家互相做个调查的这个拿走了以后。你其实有了用户 base 以后，你绝对有动力、有 resource 去支撑你把最后那块给吃掉，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从用户的角度来说，他会选什么？是选一个很贵的
然后很传统的，还是说，哎，我这新的这些简单的 case 已经都在这个平台上了，那这个平台但凡变得更聪明一点，我是一定会用的，这个确实，所以我们对吧？要聪明的更快嘛。但是确实，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世界上所有聪明都在我们这儿了，其他人都是也不能这么说哈。肯定是有过程。我觉得实话讲，肯定有过程。说我们目前这个情况下，人家需要的这个东西在这儿，我们可能做到这儿。那这个是客户目前我们接不住，是给这些人接住的。那肯定我们越来越聪明，我们也不会止步于此。对吧？客户可能也会越来越聪明，他们的这个 flow 也不会是以前他们会说我们习惯这么做了，我们也不愿意改，那可能他们也会改，那我们可能中间 meet 一下。中间没 meet 上的，就是那些这个大哥们还是有饭吃的，我们也不敢抢。但是下面的，下面的其实现在可能本身他们就也不是很满意，因为这么多的功能，花这么多的钱，你就用了一点点，那你肯定本身可能也会随时会流失的。那这种人我们抢来可能也是也很正常。我觉得目前是这么定位，但我们现在也不试图抢大哥的钱，我觉得我们现在能把自己的东西做好，我们也不缺钱。你肯定现在没有，但是大哥会觉得很危险，因为一看周边什么都被你抢光了。农村包围城市就是这么来的，对吧？只有最有钱的城市我放着，我把农村全拿了以后，你城市还能撑多久？那迟早。对，但是从大方向来讲，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可能跟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并不定位自己是一个 coding 的什么所谓的什么 copilot，什么就是帮助写代码更快，我们不是这么定位的，我们把自己定位成一个 autopilot，就是我们给你写代码，我们给你写代码，而不是我们帮你写代码。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很本质的差别。嗯，所以我们的用户根本不想写代码，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不是都说什么 AI 可以让我写的代码写得更快。看都不要看到代码这个东西出现。对呀，吧？对，所以现在我们甚至很多人说什么现在产品经理也可以写代码了。请问产品经理愿意写代码吗？我觉得他不愿意。那只有你愿意写吗？我觉得他不愿意，他愿意看到结果。我觉得啊，就产品经理他愿意看到结果。如果跟我讲说写代码是我最快看到结果的方式，不用写文档，那我也可以忍。但是你说我天生产品经理，我终于可以写的，我太高兴了，写代码，我觉得他不愿意，这是我的定位，有可能我是错，但我认为他不愿意。所以我们从来不营销说你也可以写代码了，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很 attractive 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替你写。嗯，是我们甚至都不用提代码这个事儿，对吧？你要做一个什么网站啊，网站就出来了，你管那后面是写代码写出来的，还是变魔法变出来的？You don't need to care，对，我觉得只要有一个可以其实是这样。用就行了，对吧？其实是这样的，对，其实是这样的，对。但是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思考，我们以前会跟你讲，我们现在写的哪个文件正在写，反正就是，但以前我们竞争对手就会显示代码嘛，但是用户觉得哦，好头疼，对吧？我们其实是一开始就不显示代码，但是我们会显示哪个文件正在被写啊。但我在想这个有没有必要？我现在也在想这个有没有好必要像没什么太大必要。啊？因为好处就是让客户觉得我在努力嘛，对吧？但实际上他也不想，他也不懂是什么玩意儿，他也不想看啊，他只是想知道你在努力。所以我们现在想的是说有没有什么方式展示我们的努力。但是又不用讲一些没用的细节，这有对，点像是其实用户根本不需要知道网站有什么 server 啊，有什么 front end 的网页呀、这个什么后台呀、这根本就不需要知道。这是我的认为，我认为他不想知道，对，但是就是我们以前还是让用户说什么，你要说我们还跟用户说我们有前端后端，什么数据库运维，他们也听不，有些很多用户听不懂听不明白。这是啥你说等于没说，说了他说还有这些东西就好烦哦，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说不要说。但是就是 AI，那他说的越少，AI 做的越多，对吧？现在是这样，我们就是用户说的越少，AI 做的越多。我们教用户教的越少，AI 就得做完美，因为万一后台出问题了，他得知道有后台这个东西。如果他后台不出问题，我们可以不说后台；如果后台老出问题，他需要让 AI 怎么修，我们就得跟人说有后台。那一说就让他有了这个学习门槛。所以核心还是在于 AI 要聪明，我们就可以少说一些，对吧？对，嗯，而且跟速度也有关系。如果这个打一个响指的功夫就出来了，你根本就不需要在这中间写什么东西，对吧？如果你这个东西要整5分钟，那你中间可能就要不断的提示，让用户知道 I'm doing something right now，对吧？对对对，所以这跟我觉得我们速度也现在是这样，这是另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速度跟准确率之间要做个权衡我们目前选择的是准确率，我们牺牲的是速度。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些我们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不要求用户给我们指令，就是你把什么什么个什么什么连上，这种话是不用说的，你就说加个功能，比如说这个女朋友能给我送花，这个女朋友能给我发图。那女朋友发图其实用了啥呢？第一，用了 AI 的技术，就女朋友发图肯定有大模型那个 chat 的部分。有 AI 能够生成图片的部分，还有 prompt，知道这个场景下女朋友说，你都不来看我了，生气了，对吧？那这个 prompt 得告诉他什么情况下发什么图，其实这些东西都要写清楚，对吧？我们要给用户连好 API，连好这个所谓的生成图的这个 API。
这些东西都在背地里发生啊。所以如果你是做一个简单的 cursor，你跟 cursor 说把这个API 连上，它可以很快。但如果你现在跟我们讲要发图，我得先理解发图是什么，在这里是什么意思。需要是需要这个 API，然后我还不告诉你 API，我得自己去连好。所以你看我这个时间其实是可能会比 cursor 更长，因为你说的东西也更泛泛，你也没给我说清楚，对吧？我可能会长。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cursor 你出了 bug，用户可以修呀，他无所谓的。你出 bug 就最多用户觉得 cursor 傻逼，但他不至于走人，他知道怎么修，他工作就是修 bug，已经有一堆代码在那里，他可以他 play 可以 with 忍。it。对，而且他的工作他习惯修 bug，他的工作本来就30%的时间修 bug，70%的时间开发，假设这是很正常。但我们的用户不习惯，所以我们不能有 bug，或者有 bug 我们要自己修好，修好再给客户，那是不是要花时间？然后以及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方式，我们可以在 agent 设计上让它就是速度更快，但是可能 bug 更多，以及versus 速度更慢，bug 少。那我们选择什么？我们肯定选择速度更慢，bug 少。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个 trade off，就是这个速度跟准确率之间，或者跟价格之间，可能就是个 trade off。我们做的越多，当然收费越贵，价格越慢，但是稳定性高，你不用担心，对吧？你的无顾之忧，后顾之忧越少。所以目前我们其实一直在迭代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总的来讲都是说，如果在准确率跟这个速度跟价格之间做权衡，我们首先选择准确率，因为准确率我觉得价格已经比人便宜那么多了。我觉得我们的客户不是很在乎这个价格再便宜个20%，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稳定性增加20%，他肯定是选择bug 少20%。versus 说价格便宜20%，所以我们目前的权衡都是一切以准确率跟效果为主，其他的我们觉得用户都可以忍。从个人角度来出发，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就对于我们的用户嘛，因为就是所谓的这种非技术的用户，非软件公司的用户，对。但我觉得软件公司可能不行，他希望说你告诉我 bug 在哪，你就别瞎浪费时间了，对吧？我告诉你，他肯定希望这样。他希望说你有 bug 第一时间告诉我，我看一眼，老子看一眼都比你快，是不是？很多工程师都这么说的。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哈，就是咱们如果抛开具体的这个，我们刚才非常 deep dive into 这个 product 聊了很多，我突然想到一个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抽出来看哈，你会发现现在有了 AI，有了 AI agent，有了大模型，有了这些各种各样的 tool，个人的这个生产力是极大的得到了提高，对吧？我们以前手机里，比方说100个 app，对吧？你很有可能往后这个人中间有100个 agent，那这个100个 agent 可能是不同的公司，也有可能是同一个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都有可能，因为他就可以创造他自己的，比方我们刚才说的做 survey，他可能这就自己有一个 survey，对吧？就是过生日，他可能有个 family website，那家里所有人过生日都在那个 website 上都可以来发布，所以这个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个人化，个人的这个 power 会越来越大。因为他们能够做很多独特的事情，而不需要依赖于一些大公司提供的服务。当然了，这 AI 肯定也是一些公司提供的嘛，但是这个也是比较多的，就不太可能说只有一个 AI 公司，也有很多的公司，而且甚至还有开源的这个 AI 的系统。所以未来我感觉整个社会的生态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就说的有点远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绝对是给了个人更大的 power，更多的这个选择的权利，更多的空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这个事情本身就意义就非常重大。可能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点，但是我觉得这是整个 trend 发生到往前走，再往前走，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对，你想说的是，其实是一家独大会逐渐改成群雄割据，对吗？因为一个人的生产力更高，就是对，就好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survey，对吧？那现在就不需要一个统一的 survey 公司，每个人都可以用 AI 技能，我创造一个自己的 survey 的一个，就是我要做的 survey 的一个小的 site，那这个大的这个 survey 的公司就不需要存在了，对吧？或者是它的规模就没有必要那么大了，很多东西也不依赖于它了，对吧？这个就跟我们上次讲的东西就有点连上了，是，就是很多人要失业，就是你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取代掉很多人。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 agency 是帮你做网站的，以后黑 boss 来了，这些人就不需要了，那这些人就只好再就业，再想办法做点别的什么。当然也不能这么说，我们现在也跟 agency 合作了，就是我们做不了的，我们就跟我们其实有他们可以用你们的这个产品来做嘛，
有可能，对，有可能他们他们可能是坑客户呢。对对对对对，其实你们都能做，但是他们就假装是他们做的，然后回过头用你们的产品给它其实做好。我们还真有，真有。真有。哎，就是说到这个的话，就是人和这个 AI 的一个结合啊。就比如说，如果是那种完全自动化的这种工具，比如说自动驾驶汽车，对吧？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人们还是不敢让它完全自动化。比如说，有的时候它开到一个地方，它堵住了或怎么样，它会改为人工来帮你来操纵一下这个汽车。那这个事情上，小英你们是怎么想的？有没有说，比如用户来了一个需求？然后这个大模型它好像搞不定，我们要不要来个专家来搞一下？那换成人工来搞一下，这个你考虑过没有？这个是这样，就首先我们跟自动驾驶的区别，我们更像是个工厂，它生产东西，然后它过品控没过品控，因为用户首先他满意，他才会上线。嗯所以你所谓的稳定性在这里指的是说我们运维的稳定性，而不是我们开发的稳定性，对吧？因为我们跟自动驾驶不一样，自动驾驶你在开始中你可能随时死人，我们不是，我们是在背地里生产呢，我们是工厂生产，最多你说我是个傻逼生产错了，但是其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因为还没有投入市场。对吧？所以这是我们优点就是我们不需要每时每刻都对，因为我们有一个缓冲地带，你好了你才上线，你不好你可以再改，对吧？是首先这个我们的要求就比自动驾驶要低，我们是自动开发，我们是工厂，但我们不是说时时要每时每刻要对，这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本质是不一样的啊。但是第二，在开发过程中，它存在一个情况，就简单的东西它可以开发的很好。但是有一个东西可能我们都认为它很简单，就是这 AI 就是搞不定，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我们是在想 open 的，就是说有一些 agency 它可能有特定的技能，比如说他可能特别懂建筑行业的某个什么什么东西的什么什么东西，那这个情况下他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就是我们把架子弄好，就差那一点点了，就差最后 last mile，他们可以弄。那或者是我们帮他拉客户，我们发现这个东西我搞不定，请联系这个人啊，那可能要再等一周，不好意思，请等一周，对吧？本来3分钟，请等一周啊，但是至少做出来了，用户是 OK 的。那就是这个是我们其实下一步会做。另外就是那些人，他们有可能也用我们做，对吧？他们可能这样是用我们做啊，他跟客户卖说这个很牛逼的定制化，实际上后面全是我们做的。我们的专业的人士做的，但是背后是对对对，那也是有可能的。但我觉得就是那个东西，可能他们的生存空间可能会越来越被我们挤压，这是肯定的，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那肯定有很多时候客户可能在我们这儿先试试看，能行了可能再找他们，但也有可能客户就是懒，他去找个人背锅，别来我头上，对吧？他们起到的是个背锅的作用，那背锅也是客户愿意为背锅花钱的。我们其实也不一定，你看哈，那个我就好像说拍照这个事儿，对吧？相机都普及多少年了，谁都可以买个相机，对吧？但是影楼啊、摄影师这职业还是存在，因为他们最后能够把这个完美的效果呈现给你，你自己去用这套，你说什么 PS 我也有，对吧？这相机我也有，但是我可能就是做不到，怎么样也做不到这个专业的效果，那可能还是最后还是需要有摄影师这么一群人来做专业的服务。所以即使 AI 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它也很有品位，也很专业，但是很有可能对于一些特定的客户需求，最终还是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人来把控最终的一个 deliverable。我觉得有这个所以事情很重要，你可能愿意花钱。那对，你说我们以后有没有可能有人他就来给你把控，或者这个人就起到一个微笑服务的作用，让你跟客户说啊不要怕，是吧？这客户可能年龄大一点，他不接受 AI，或者他不相信 AI，有可能客户就是不相信，哎，就存在的嘛。我们有可能。找一个那种，是吧？嗨嗨什么 Sir 嘿 Sir，我们可以找一个 How 这样 may 的。I help you？对啊，我们其实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我们真的有服务人员，就是为了让客户觉得我们是真的人，实际上后面是 AI，那也有可能。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灵活的，就是我们是服务老板，老板要我们怎样就怎样，然后老板我算一算价格，对吧？我给他提微笑服务，他给我付的钱跟我付出的成本，是不是合理？如果是合理的话，并且我能找到很多微笑服务的人，可以 scale 上去，那也可以考虑，也可以考虑。对，但是大方向来讲，肯定 AI 的能力会越来越强啊。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强，肯定是说现在那些用户可能budget 不是那么高，他的要求或者他更 open 的人，他会先来尝鲜啊。以后社会发展，大家可能更多的人可以接受，但是肯定有一些 case 是需要微笑服务的，或者需要特定知识的，那就是我们怎么合作把它给补全那个 last mile。我们目前可能还没有补全有些行业的 last mile，我们技术上没补全，我们可以就是我们的合作方 agency 来补全，对吧？我们补全了之后，那可能就是提微笑服务来补全，就是看这个市场发展的状况。
好，太棒了！哎呀，我们硅谷帮做节目做到现在也聊了好几期 AI，我每聊一次 AI，我就感觉，诶，这好像又往前走了一步，然后每聊一次就觉得，诶，这 AI 能做的事情好像又多了一些，而且这个变化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就短短的几个月就有很多的迭代，觉得特别有意思。那个好，那感谢那个小莹，还有感谢大佑，今天非常高兴一起来聊一聊。小云公司新出的这个产品哈，我们再说一遍，这 Hey Boss 啊，Hey Boss 到 XYZ 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试一试，我反正是试过了，是非常我们的 有意思。logo 是这样的一个 logo，就是向您敬礼，向老板敬礼。大家可以认准这个 logo 就是我们的公司。对，如果你需要一个对吧，把你当成老板的一个 agent 来服务你做一些小的开发的项目哈，可以去尝试试一下啊，这个有什么反馈也可以提供啊。那个好，那今天感谢两位的时间啊，希望小云你的这个产品越做越好啊，那好，个能到时候我们新更版上线跟大多听众。家说一声，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啊，看看新版对，有没有让老板更加满意。你们大概什么时候发布？可能月底，月底是吧？好嗯，的，那这个听众朋友们，请这个记住这个时间哈，这个新产品上线，可以大家都去试用一下。好，好了，那今天就先到这儿，谢谢两位，拜拜。好，拜拜，拜拜。